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聊。今天我们又见面了，今天算是加播一次，但以后可能这就是常态了。谢谢大声，谢谢 Philip 回来，谢谢大声哎，干嘛？大家好。对，最近星星比较多，不知道今年我们会多忙啊。但是这个今年刚刚开始了，几乎是有每一天有报道新闻的和讨论的。而且这可能也不是咱们两个人的感觉，可能大家都这对，种感觉。你能想象新年今天才第9天吗？不能相信。但是因为那些情况都是有互相的联系，今天我们也会说为什么伊朗不只是伊朗，也是跟以色列有关系，包括跟委内瑞拉也有直接的关系的。当然，跟美国就更多了，不说了。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一个，完全就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旧世界真的是没了，但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现在都在关键的变化节点中哈。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开场了，那个看一下观众有多少人，都在陆续进来，今天已经是周末了，嗯，好。周五吧，对，快周末对，了。今天已经周末了。今天我们要做的这场直播，就像我的标题，当然有一点点标题党，就是中国的老朋友又少一个。我还专门去确认了一下，确实是2023、24年，尤其是习近平主席自己接待伊朗人的时候，老是说，伊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嗯是间谍。所以我们在中文语境下说出这个话来就笑得不行，但是其实也还挺苦涩的。就是，嗯伊朗其实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其实是个专制政权，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这2天已经，从12月28号开始的，已经遍布全国的抗议运动在持续。到目前为止，我看各个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基本上就是伊朗的所有主要城市，有的说是已经到了一半以上的城市，有的说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在街头的抗议示威，游行，大家呼喊口号，然后已经打出来要这个更替，就推翻现有政治。要更替嗯，政权的这些口号，然后我看1个小时前的确认是，伊朗基本上是全国断网了，就是也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说了很多次的手段，就是说如果一个专制政权它到最核心的点上，会不会断网？就是断了。那当然，它这次抗议的大背景是持续多年的经济的崩溃，而且嗯。就经济的破碎，现在就是崩溃了，大家就是没饭吃了，直接就上街了。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就是 Philip，而且他专门联系了几个非常熟悉伊朗情况的记者，现在他们也都在用自己最原始的方式在给 Philip 在联络。所以这次的直播还是很重要的。Philip，你那边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现场的抗议，或者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抗议呢？我觉得是首先可能是也不能完全介绍伊朗，但是我想强调2点。因为嗯伊朗这个国家我去了一次。然嗯后对我来说就是让我比较惊讶的2点，我觉得是可能就是伊朗海外的人不一定知道。第一，它的人口的确是很大，是大概超过9000万，嗯，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可能从外面大家不太了解的事情是，大部分的伊朗人也不一定是伊朗族，就是说是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多样国家，民族，对，多样民族的，这是非常重要，也是为什么就是也可以解释这个抗议嗯有多么厉害。这一次大概是可能1/3的伊朗人其实是属于是土耳其的，土耳其族的就是分的不同的，但是最大是阿塞拜疆，但是大家都知道阿塞拜疆也是以前苏联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必须了解，就对那个 Tehran 他们的首都，科赫兰，对这嗯个民族话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最起码开始的时候，那些抗议不只是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去年的12月开始，但是我们都记得，就是那个女生和自由
那个大的活动啊，就是22年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库尔德族库尔的德族，女士，嗯对，就在天然的地铁被抓了，然嗯后就死掉了。所以 Tehran 是特别特别关注到底是那些抗议是在哪一部分嗯开设的。除了所谓的土耳其族，大部分是阿塞拜疆族，还有比如说阿拉伯族啊，阿拉伯族，还有Kurdish 我刚刚说的库尔德族。所以伊朗其实是内部有很多的矛盾，不只是政治的，还是有民族语言，这是第一点啊。嗯嗯第二点，我去了伊朗的时候，我发现可以说大部分的伊朗人是特别关注信息，这个是让我特别特别惊讶因为你刚刚说的对，就是断网了。我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有网络，有的时候也没有。但是比如说很多伊朗人除了那个网络，还有那个卫星电视，这个卫星电视也是非常重要的。卫星电视是吧对，？Satellite，卫星电视 （satellite TV），因嗯为海外的伊朗人是特别多。你现在在美国，你肯定去了 California，你知道 LA，大家说就是伊朗人口最大的城市，除了 Tehran，第二个是 LA，是 Los 洛杉 Angeles。矶，对，因为美国的伊朗族人是特别多，欧洲也不少北欧德国。当然也有很多难民是去了，比如说土耳其，所以就是澳大利亚也有伊朗人，所以他们全世界的这么多的伊朗人，他们也乘坐自己的海外的媒体，嗯所以你在伊朗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从你不太了解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国家？审查很严肃的，审查是很严肃的，但是在伊朗，不管是看那个卫星电视，还是用 VPN。哪怕没有网络，他们还有其他的办法。然后几乎是每个大家庭应该是有一两个人都是在海外，不嗯管是打工、留学习还是什么，就出国了不想回来的。所以，我在普拉格也认识一些伊朗人，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在伊朗现在是包括到现在到今天，他们是随时可以跟他们沟通，有不同的方式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要了解，现在是这个抗疫，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背景。然后我最近跟就是伊朗记者，讨论的话题，我就第一个问题我问了他们说，那你觉得因为你们最近几乎是每一年都有很大的抗议，然后呃，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不只是在天上，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是在那个其他民族的地区，因为伊朗这个国家是很大的，嗯所以第一点是现在是抗议的是全国的，不只是首嗯都。嗯然后有没有跟以前就是那些抗议有没有区别？他们嗯说其实是有。嗯，第一点是他们都是非常支持海外伊朗的国王，就是就他们的就那个代子，王储，可以说就嗯是伊嗯朗的那个 Reza Pahlavi，嗯，因为巴拉维我们巴列维对我们那个王储，他算嗯。是流亡的王子吧，对对对对，袋子还是王子还是国王，反正是嗯嗯大家嗯好像有印象，就是到1979年，伊朗是跟西方国家，但是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的，就是很多伊朗人，我也问了他们，大部分的伊朗人是怎么看中国，他们说我们跟中国就是的关系比较好，但是就很有意思是到1979年，其实是中国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是非常支持伊朗的国王。不嗯管怎么样，那个伊朗的袋子现在是驻美国呢。然后可能就是跟中国的最大的不一样是，海外的伊朗人是特别政治化，非常嗯政治化，就是跟其他的民族可能的确是不一样的。嗯他们有特嗯嗯别特别左派，就是有什么支持毛主义者，就是共产党的什么社会主义的，但是也有就是一个非常右派的，就是在那个王国的，就是那个旁边的就是那个帕拉维他
所以在海外的那些伊朗人是他们特别分裂说，那如果我是左派，比如说我不会参与什么右派的一个活动，然后如果我们现在推翻现在的那个伊朗的政府，是谁会来？是那些所谓的海外的左派的吗？还是就是右派那个像那个 Reza Pahlavi？但是大家以为可能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么多年啊，现在是我算大概超过50年，就在海外的，你还能不能代表哪个民族的欲望吗？这是所有的民族有这个问题。最近是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有的是左派，有的是非常右派的，就是这几个支持那个帕拉比，有的是比较嗯反对他，但是他们都跟我说的一样的事，就是让我比较惊讶。他们说这一次为什么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伊朗的之内，在那些所有的城市，不只是天赫兰，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看那些抗议的人都说，我们要推翻政府，我们要支持那个 Reza Pahlavi 那个嗯，国王，在海外的国王。他们巴列维，对，他们说 巴列维，Pahlavi，他们嗯说这是可能是跟以前是最大的一个区别的。然后当然除了那个政治的因素，你刚刚说都是对的，他们也都确认了。他们说就是一句话嘛，我们在英文说就是 nothing to lose，一无没所谓的。什么可失去了，一无对，所有了。嗯，一无所有了。就是为什么是现在是他们的钱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你就是买不了贬值。最基本的，就是什么肉啊，什么面啊。就是我现在说不只是在农村的啊，就是在大城市可能就是更厉害了，对。因为你就是没有那个，你不能种菜啊，你就是必须去那个店买东西吃的。嗯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看了没有，但是大概2、3个月之前，就是也是全世界的信息，因为天赫兰的人口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突然发现那个水，就是要饮水的就没有了，所以嗯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你要说好，那我们就把首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就是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一个这么一个独裁的国家，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是很多人说从一个经济的角度，但是我们说经济的，就是要了解是非常非常普通的水平，就是没有水，你买不了什么肉，那所以就是一无所谓了。那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我可能没有工作，哪怕我有工作，我拿了工资，我能买什么东西呢？我家里的人，就快饿死了。所以现在是我觉得是，当然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是跟以前的那些抗议的确是不一样。然后可能第三个因素，这个我们今天要谈是，当然是不只是国内的情况，就可能更大的，那当然是国外的情况。第一我刚刚说的就是，呃，伊朗和那个委内瑞拉的关系其实嗯，是蛮大的。他们对，当然那些国家因为是觉得西方国家都是忽视他们，所以他们当然也有团队，这个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啊。什么朝鲜是跟俄罗斯、跟中国、跟伊朗、跟委内瑞拉、跟古巴那些老五那些嗯国家都是必须在一起的，互相支持。但是好像伊朗是委内瑞拉的关系，不只是那个武器的贸易，还有那个石油的设对，备。因为嗯委内瑞拉有石油，但是它缺乏是那些专家和一些设备，那这个都是伊朗提供的。然后嗯在政治平台，伊朗当然像俄罗斯一样，每一次要强调我们是全世界都有盟友，比如说在欧洲，比如说在亚洲，那在拉美的，那我们最大的2个盟友，一个是古巴，一个是就是委内瑞拉。对，所以，这个是那个海外的因素。我也问了那些伊朗的朋友说，那不管是海外的伊朗人，还是国内的伊朗人，他们是怎么看、怎么评价那个委内瑞拉的情况？嗯对他们来说，呃，
当然是这么大的国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提供给我的回复说，特别是在海外，因为在海外比较简单，可以看的，没有审查的。当然是因为大部分的海外的伊朗人也是在美国嘛，所以他们说，那你看 Trump 就拿了那个委内瑞拉的领导那个 Maduro，那就下抓走了，一个是直接抓对，走了。加走了。下一个是不是我们的哈梅内的领导？哈梅内伊，嗯对，哈梅内的领导，我问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了解，特别研究。你记得我去年的6月，然后12号到23号，就是首先是以色列打了伊朗，然后后面当然美国也支持了。嗯在伊朗这个叫12天的战争 嗯 （12-day 嗯 war），就是按他们嗯嗯，的说法。对，对他们开战了，说当然算是，嗯对，是最近的是特别特别大的、特别有影嗯。响力的一个变化。从那时候，哈梅内是一直住在那个地堡，在一个 bunker。哦，就是安全的地窖里面，叫什么那个防空洞里面，嗯，对，他是从来不出现的，这是已经在 Tehran 变成了一个特别大幽默的一个话题，大家在谈。他们已经都不说哈梅内，他们说就是住在那个地堡的人，从来不出来。因为你记得离我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怎么评价还是看以色列，我现在说是以色列的政府啊，那时候他们打了伊朗的那些军队的领导是特别准，就包括就是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个人在那儿，那时候就打了他，就是他对告诉全世界，我们是随时谁都可以杀，谁都可以抓。所以从那时候说，哈梅内必须一直在那个底下，他不能出现。但是你要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以前是天天他上电视台，他就是他参与当然一些活动，然后他们伊朗人说，你看他的皮肤这么白白的，他从来不出现了，他一直在底下。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我们可能觉得是一个开玩笑，但是我能了解是，其实对他们是一个特别大的希望。这嗯个政府是不是结束了？因为现在是嗯，国际方面的，那你看啊、当然伊朗也是支持，也是帮忙俄罗斯在乌克兰，但是委内瑞拉这个盟友，第一是没有这个盟友的关系了，然后就告诉了我们随时可能也可以打，也可以就是抓你的领导。已经有一个 precedent 是吧？然后大家记得去年那个以色列和美国在后面就也是打了伊朗，当然没有那时候没有抓还是没有杀那个领导，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就问了他们，你们觉得好像我们看了最起码从一个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角度是很成功的，因为嗯大概杀了我忘了大概30-30多个人，但是都是很高层的领导吧。嗯，然后其实没有破坏其他的楼，就是非常非常重的。为什么没有抓还是没有杀那个哈梅内？他们说可能是以色列和美国有一些矛盾，因为哦，现在是我们要谈可能最敏感的话题。我们昨天也就开始谈了，谁说外力有权利、有道德推翻一个对，其他国家嗯的政府？然后当地那个国家的民族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还是反对外力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昨天已经开始谈的，但是你从那个委内瑞拉发生的那个危机，其实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不管是哪个国家，哪怕是格陵兰，当然格陵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还是就是外事能不能改变，还是推翻那个政府，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看的？他是欢迎，但是还是反对，还是觉得有其他的方式？关于伊朗，当然我问的朋友都是特别研究还是记者，就是跟我们的价值观当然是很一样的。他们说，我们当然不希望打仗，因为就是你要
用那个军事的手段，推翻一个政府，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些人会死掉的，这个也是一个悲哀，就是每个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是这么努力，我们是 N 多次抗议了，然后每次是差一点，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政府已经没希望了，最起码他要下台的，还是要改革很深。但是从22年，从17年开始，类似的那个因为经济的原因的抗议的，嗯不管是什么原因呢，没有成功，还是原来的政府，有一些小嗯小的变化，但是还是一样的，还是抓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的儿子、女儿都被抓被杀没有什么言论自由。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我们现在越来越穷，就买不了东西的，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如果是只有外事能改变，很深入的改变，要推翻我们的政府，那我们不一定支持，但是我们是欢迎的，可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政府让他走。然后来了第三个问题，好，那推翻了现在的伊朗的政府以后怎么样？是帕拉维回来的，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伊朗人，支持哪个国王，嗯不一定是所有的伊朗的民族，嗯阿塞拜疆北方有自己的国家，阿塞拜疆共和国，所以很多伊嗯朗人也是担心说，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要这么乱呢？那南边的那些阿塞拜疆的人这么多的，可能是1/3的伊朗，他们会不会要求独立？像土耳其的 Kurdistan，像伊拉克的 Kurdistan，所以当然尽管是很复杂，有很多的矛盾，但是我觉得我也特别想你的看法，因为你最近是特别特别看了委内瑞拉，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是永远说那个道德和暴力的互相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儿？对，谢谢你梳理的这么清楚，Philip。我一边听，其实早晨也一直在梳理，因为其实就再补充几个事实的情况哈。一个你说的特别重要的，去年六月份的开始，去年六月份以色列打伊朗的时候，有一个话题，就是说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嗯，对，去年大家事情太多了，但是要是，注意，去年有一个主题，我刚开始年初的时候没做错没错，节目的时候有嗯，做，在 Trump 上台的之前，就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政府，但是已经就是美国的各种智库什么的就在分析，老是说世界有几个重要的这个权力阵营嘛，一个就是说现在，嗯，西方最警惕的其实是北朝鲜和伊朗。嗯，当然中国不用说，其实4个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朝对鲜。两个大的两个小的，最重要的是因为核。嗯，所以其实去年6月份的时候，伊朗包括就内塔尼亚胡打，哈梅内伊的时候，有很多分析，就是伊朗如果被拿下的话，以色列要怎么处理它的这个核的设施，包括以色列是不是可以就是直接把它给轰炸了，一直在讨论。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对于这个事情的讨论还没到，因为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去年是外力，这就为什么现在讨论外力。嗯，去年6月份是以色列直接向伊朗开战，当时就有很多分析，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帮助伊朗人推翻政权吗？就是我们说的 regime change，对，还是说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地域政治利益的考量？但是这其实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宗教的问题，这尤其在跟犹太人就在中东这么多年，中东就是乱着一锅粥，就说不清楚。但去年讨论的这个是国际上，就是如果以色列这样的军队打掉伊朗的政权，核设施怎么办？伊朗这个政权里面千丝万缕的关系、权力，然后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有极端的穆斯林教派，有库尔德人，有极端的以色列这个什么伊朗人，所以我想说的是，
今年这个抗议不一样的是，伊朗人自己活不下去了，就是彻底山穷水尽 ，nothing to lose，一无所有对，了。这个也是我们这些年在讨论集权政治怎么样倒台的时候，老是讨论这个内力和外力嘛。所嗯有的 political scientists，所有的政治学者最后讨论的都是说，那个内力是根本，就是国家的经济不行了，老百姓你的政治的合法性完全没有了。你虽然像伊朗这样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它还有一个宗教的控制，还有一个民族的这个 solidarity，就民族的所谓的团结性，但是你老百姓都没饭吃，就都不是没饭吃了，就是伊朗人已经完全没有水。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的那个水危机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因为伊朗是水电站，水电发展电，然后又干旱到那个 dam 完全嗯哼，对，就是你说的特别对，就是真的在讨论是不是要迁都了，那就是没有水，再加上那如果又没有钱，就连最基本的那个矿泉水都买不了，那很多人那就是live or die，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几天不吃肉，你可能还能活下来。一个城市几天不喝水，那是什么情况？那就是肯定就上街了。所以内力现在看来这一次是最根本的。现在呢，可能关键那一下儿推的那一下儿，可能还嗯真的就是美国的介入。所以我的标题里昨天纠结了半天，到底嗯哼，是，是人民期待的变量，我想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是 highly 对，expected factor，是被高度期待的变量，还是说，只是 one of the elements，就是其中一个。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一个几十年的专制政权，它的所有的能烂的地方都烂透了，老百姓忍无可忍，上街，这个力量是压不住的，而且会越压越大，越压越大。这个时候如果像美国关键的推一下哎，可能就真倒了。所以我觉得，就像你也给我看了你跟那些记者的聊天儿，他们也觉得这次不一样，就是老百姓也喊出要推翻政权，然后美国人也说话了，而且 Trump 我还专门查了，Trump 说了2次，就是嗯抗议第5天的时候，Trump 就说我们在密切观察，啊，关键是这个抗议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看世界各种人权组织也已经说话了，至少死了25个人，有的说30多个人，有的说20多个人。因为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互联网 cut 掉了，然后全国乱七八糟的，所以很多很多的视频传出来，你不知道是这一次的还是上嗯哼，一次的，所以我嗯哼，看一些媒体也在做事实核查，在一个一个 double check。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一次抗议者被镇压，被强力镇压，然后死人，成了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 Trump 昨天周四才说 "We're watching closely"，我们在很严密的关注。我要告诉美国那个伊朗政府，如果再死人的话，我们要做点什么，你们有好看了。然后所以很多分析就说，总统在10天之内说2次话，他这次很罕见的可能要动手了。关键是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家都夸 Trump 的一点，虽然很多人骂他，以前骂他的原因是说他大嘴巴，就是说了不嗯哼，做。说嗯哼，这次 Trump 是很罕见的，就是把人抓回来，把马杜罗抓回来才公布的，说这嗯哼，次是说了就做。所以也是因为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给很多人以想象力了。当然你可以说坏的 projection 就是很警惕，觉得美国以后可以是个君主是霸主，看谁不顺眼就把他抓回来，反正我有嗯哼，实力。更不用说世界上最厉害的2个情报组织，一个是以色列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全世界暗杀是一门灵，最准的，就是它嗯哼，定点歼灭也好，直接暗杀也好，还有当然是 CIA 的情报很厉害。我昨天就说我看完了那个 Netflix 3集的纪录片，它就是找了所有的CIA 的从局长到嗯哼，
前线的地面的 analyst 和一直在收集信息的情报人员，就在整个讲了美国从911之后怎么样抓本拉登。echo 一下你的那个他们的情报准确性到了，就是 CIA 最后确认的时候，能用各种各样的卫星数据，然后去确认一个这个本拉登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因为看不见他的脸，只能从上面，他那个院子旁边都有高墙的，最后躲在巴基斯坦，所以最后就从上面的那个身影和在地上的那个 shadow 来算出来他的很准确的身高，然后又找出来以前的录像，他的行走的姿态，来确认这个人就是本拉登。然后包括他的孩子现在的面容，从几岁到20岁什么样子。然后美国人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在情报方面是 beyond your imagination，是，所是。以其实他们要是想定点拿下哈梅内伊，甭管他躲在地洞里还是躲在哪儿，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所以我但是没有对，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那些伊朗人朋友说，不是做不了，是可能再考虑，我在以色列是希望，因为是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是最大的区别是，当然美国是不能说美国 Trump 打了委内瑞拉是现在是像冷战以后以前的情况是，那美国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是我的美国的，我就是管，就是我们我的 backyard 我的院子，就是委内瑞拉是我的院子里，当然是对，就是我很难听的一个方式，嗯我们都嗯，反对后院啊，因美国为后院对对，美国的后院儿，所以俄罗斯的后院儿是乌克兰，那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后院儿？就是这个逻辑是有很多人分析。我觉得我们面临现在最大的危险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对，我觉得美国是比较担心。好，那我们推翻第一，我们还是你们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一起可以抓哈梅内，是完全我相信是可以的。可以完全做到的，做得了，嗯。但是所以为什么没有做的不是失败，这个失败的可能性有，但是我觉得很低。我觉得是以色列是想抓他，因为以色列是离伊朗是很近。6月的时候我们说是以色列打了伊朗，但是别忘第一天和第二天伊朗也打了以色列，他也还有那个能也会力。还击了，就是他还是有对对有对，但是伊朗好像打不了美国，不太可能吧？所以其实你说的就是关键点了，就是我们因为从中文的视角，尤其这些恨专制政权的人，或者我们研究政治学的，就是这种民主转型嘛，老是嗯就是那个关键节点，就是这个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的那个关键点，呃，后面建设是后面的事情，推翻那一下怎么做，有很嗯多很多研究，所以你现在讲的这个点。就是推翻那一下现在到底是把哈梅内抓走，把他定点消灭，尤其现在定点消灭不仅仅是情报了，不仅仅 嗯，Trump 已经做了一个新的 president，就是对。新的这个就最近的这个先例，让具体那个 critical juncture 就那关键那一下怎么实现，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国家在琢磨的，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考量。我我说6月份，你看以色列和那个伊朗说是6天的战争，但是你发现没有，没有两边后来都没有再讲这个事儿，就感觉嗯其实 it's a war。你会因为你最敏感，你会说 Vivian it's a war，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但是其实从两边政府的这个 narrative 就是言论炒作，后来又压下来了。嗯我觉得就跟美国现在在讨论的一样，就是第一还要不要又开一个战，尤其是海外的战；第二就是还要不要再踩进中东的这个浑水？It's a mess，谁都知道乱死了。不对。是中国那么简单的一说就是美国人出兵就是冲着中东的石油，美国不缺油，以色列其实也有的是钱，它一个小国，它不需要那么多油，还是地缘政治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很具体的一个国家，要不要去拿 military action 军事行动去介入另一个国家的
政权更替。我觉得这是外面的这些国家的考量，我觉得他们现在琢磨这个呢。但是美国现在又出来了这个势力范围的这个概念，Trump 现在对自己一直讨厌的国家和美国一直在制裁的国家，伊朗、委内瑞拉，现在表现的是非常强硬的。所以我觉得是昨天他还又说了，不排除出动军队地面部队，不管是委内瑞拉也好，古巴也好，墨西哥也好，昨天又加了一个名字，又墨西哥，和哥伦所以比亚，对，这哥伦比亚、四个国家，哥伦比亚对，这4个国家，这就是还是 echo 美国最近在说的西半球的势力范围。美国会坚定的保护住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后面这半截就很 mixed， 因为以前美国说的是我们要一个是政治盟友，一个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盟友，这个我们被我们制裁的国家要坚决的打击。但是现在 Trump 不提 ideology， 他不提意识形态，他只提这个势力范围。可是跟美国对抗的国家也基本上都是我们认为的专制集权国家吧。所以在这个点上，Trump 不管他是门罗主义、当罗主义 Monroe 还是那个 Donald， 最近这2天都在聊这个事儿。但是从推翻一个集权政治的角度，美国不管他是出于国际关系还是自己的利益，抓了哈梅内伊，又是所有人愿意看见的。当然又是一个问题，给美国自己一大堆 mess。我想说的就是你说的是伊朗人里面的抗议者的视角，我说的就是越来你从外面看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因为我自己最近做这个视角转换的原因，就是我完整的又去研究了2战以后欧洲、美国，包括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再帮蒋介石打中国，就给他说我给你钱，我给你技术，你去台湾。就是因为觉得蒋介石这个政权不行了，他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支持，而且在这种历史上政治推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很小的原因，当时就是因为罗斯福不喜欢蒋介石了，甚至也不喜欢宋美龄，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就决定了这个政府要不要支持这个人做新的领袖。所以就是你 echo 你那第3个，接下来巴列维外面的这个 exile 的王子，这个王储，那他带回来伊朗是个什么呢？再把伊朗带回去一个王国吗？他能把伊朗真正的推向现代民主自由吗？重建从哪儿开始？怎么去让各个民族都团结在一起，先建设一个新国家，还是把一个哈梅内伊给弄掉，马上进入谁拳头硬谁厉害新的丛林法则，然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然后变成各帮各派分治，然后变成这个内战的，对，内战，所有的潜力都在那儿。更比较近的相关的埃及的茉莉花，埃及的是茉莉花革命吧？对，茉莉花革命在阿拉伯世界，对。当时我们激动的不得了，对吧？茉莉花革命之前是啥？是伊朗的 Twitter 革命。所以你刚才说伊朗人就是抗议革命都很 digital， 我是很清楚的。你记得我在 UC Berkeley 待了1年，我在信息学院待着，对，基本上是一个 textbook analysis， 对 ，exactly， 那个时候研究的就是伊朗人怎么用 Twitter 革命。可是后来我们都知道 Twitter 革命这是一个幻觉，现在反而 Twitter 被马斯克那个这种大的技术公司给控制了。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Twitter， 那时候完全不一样。对，再往前再说最后一句，就是你刚才说到因为这个政权转换民主化转型是我真正的兴趣，就是阅读的点。所以其实我这2天看的好多点，我可能一个点就是民众怎么动员，怎么连接，如果互联网完全切掉以后怎么办？我记得好多年前也是在 Berkeley China Digital Times 那个萧强给我推荐了一本小小的书，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会贴给大家，小小的一本书，
研究的就是伊朗革命的时候，伊朗人完全通过最原始的方式，传单 person to person 的口号传递，还有无线电 radio to radio 就是这个短波通讯，短波通讯，长波、中波，最原始的东西，完全不需要互联网的东西，他们怎么连接协作，在街头推进革命，小小的一本书。所以我今天一看伊朗全国断网，但是你断网就是代表你没有自信，你是很弱的，从一个政府的角度，所以你断网可能1天2天，你要断网1周，那大家就会第一，你的经济受到特别大的伤害，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证明每一天证明我没有自信，我很害怕，我很软。这个是每一次每个国家也有很多的研究说是非常失败的，就是每个政府做那个错的是最大的错的。你刚才说到断网。自信，我再占用一点时间，再给你知道1个小时之前，哈梅就是你说的躲在地窖里，皮肤很白的那个哈梅内，他给伊朗全国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指着名字骂了 Trump。他说 Trump 你和抗议者和暴力人士站在一起，你要是想来控制我们的国家，你来呀。他其实是损 Trump 说，我今天要 run 委内瑞拉，明天我要 run 伊朗。他还是想给民众说，我有信心 ，I'm tough, I'm strong, I have confidence， 就是 echo 你这个。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一个垂死政权的垂死挣扎。什么东西现在有外力，关键把它推倒，推那一下是抓这个人，还是军事介入，还是以色列的这种呼噜呼噜轰炸，还是不知道 Trump 这次要出什么牌？可是问题是后面，所以我其实想听你的，就是伊朗人对后面的社会怎么设计，麻烦多了。是，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也听我们俩就是这样一个对话，我觉得是回到那个可能哲学的角度，像昨天我们聊的，哲学，我觉得天呐，哲哲学，学的对，那现在可能是离不开哲学，是两点，第一点，我觉得是有一个手段和目标的矛盾，但是在英文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你肯非定常准确。会帮忙我说，就是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就是为了得到你的目标，你是不是可以用任何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好问题。点是，你刚刚说的，就国内和国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2个人都不是伊朗人，我们也不住在伊朗，但是今天说伊朗，那以后可能我们会说中国，我们可以说委内瑞拉，可以说什么古巴，可以说北朝鲜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我想就是提2个，一个是最近的发生的一个案子，因为那时候我是特别报道是，2020年有另外一个革命差一点成功，是白罗斯。那时候我是天天报道的，我在白罗斯也住过1年然后第二个案子就是很早，但是跟我现在住的国家有直接的关系，是奥匈帝国不允许，比如说捷克族、斯洛伐克族人独立，那时候也是一个比较独裁的奥匈帝国。那时候是谁帮忙和承诺你们要抗议，我们会支持你们独立？是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总统马萨里克的老婆是美国人，所以先谈那个第一个就是手段和目标，我觉得可能这个话题我们今年是离不开这个话题。到底为了得到一个好的目标，好的目标是比如说具体说伊朗人就有了，对吧？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我相信是大部分的伊朗人和大部分最起码有跟我们一样的价值观的人是同意的，这个没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伊朗人自由，然后是他们自己决定
的确是他嗯们自己要决定，要是做一个国王，还要做一个什么共和国，什么分裂还不分裂，就是他们的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嗯们希望他们民主，他们自由。但是为了得到这个目标，然后得到这个目标是不是被美国、被以色列利用，那就是最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美国说，Trump，你刚刚说不说美国，Trump 说，对我们，我也支持伊朗人抗议，他们也应该得到民主。但是我们大部分，最起码我也是特别怀疑，这是好听的，你说的是好听的，但是到底你像比如说这样俄罗斯就少了一个盟友，你想控制伊朗的石油，你想控制伊朗在其他的中东的国家的影响力，这个我是很相信的。你说是我希望伊朗人民主，我不是很相信的。以色列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考虑他自己的安全的，就是怎嗯，么进的。但对，是以色列有不同的政府和老百姓，左派右派的，也是这好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一谈还是包括很多伊朗人也吵架，包括我看了很多的委内瑞拉人在美国，有的是还是支持马杜罗，对吧？有的是支持 Trump 这样做，就是抓了马杜罗，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他们比我们了解的多，但是有的是完全同意，有的是完全反对的。问题是对，为了得到一个目标，你能不能接受那个手段？这是一个问号，我没有个具体的回答。第二点我想说，就是白罗斯和那时候的奥匈帝国，白罗斯那时候是，因为真的是我觉得是差一点，他们可能会比较成功的，因为那嗯时候也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全国人，呃，就是上街了，女人为主。这个也是可能白罗斯革命，你看白罗斯革命现在谁还会谈的？我们都忘了，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感觉2020年的事情是不是100年前的事儿，到底发生了没有？但是因为在普拉格，我有很多的海外的白罗斯的朋友，所以我是经常见他们，然后他们也是特别现在关注，比如说委内瑞拉还是什么伊朗会怎么样，呃，再说一句关于白罗斯的，最近我们也看了 Trump 和卢卡申科，就是白罗斯的30多年的领导，比普京厉而且害，比习近平而且那个家厉害。伙而且那个卢卡申科是我也很奇怪，他永远做普京的小弟。哎呀，这个太奇怪了，我不知道普京怎么拿下他了，太逗了。那突然就是跟 Trump 开始谈判的，然后说防了一些政治的就被抓的原因的那些抗议人的，当然还有是很多人还是坐牢，还是在监狱里面的，但是最有影响力的大概50个人，都被放了因为是 哦，Trump 和卢卡申科现在是有一些谈判，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我想提，因为白罗斯也不是在美洲也不是拉美的一个国家，离美国是很远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 Trump 现在是开始跟卢卡申科有好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卢卡申科做这么大的决定，他没有得到普京的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白罗斯已经不是完全独立的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啊，那个奥匈帝就是到1918年的，是一个奥匈帝国，对，嗯，奥匈帝国是一个，可以说那时候应该是在全欧洲最大的国家，有大概15个民族，除了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有一大堆，就是现在可以说大概是中欧、东欧和南斯拉夫那些国家和民族，都希望独立，然后都是看美国，然后美国是说，一二战结束了，那时候也不说一二战，只有第一个，结束，我们会支持在政治方面、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你们想独立，我们会支持你。然后，
比如说我最了解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那时候是没有美国，我可以肯定是没有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管是在外交、在军事、在其他就是的话题，就是美国是自己说你们要推翻那个奥匈帝国的政府，我们会保护你们的独立。那时候可能是独立比民主这个词就是最强的，对吧？因为100年前是那个民主这个词是没那么流行，大家说民族独立啊，自己的语言，我们是捷克人呐、我们是反对什么说德语的人，我们需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空间呢、我跟斯洛伐克兄弟一起就成立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是100年前和白俄罗斯，还是不管是说现在的伊朗还是委内瑞拉，其实那些话题是手段和目标，然后你能怎么利用那个改变的机会，然后需要多少的暴力，然后那个暴力是国内来的，还是也有外事？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年会讨论比较多的那些问题。呃，因为我知道你肯定是轻易不给结论，因为你喜欢这种开放的讨论。但是我观察就嗯，是中文世界哈，我不是说大生的观众，我觉得大生观众都很有批判性思维。中文的观众呢，习惯了人明确告诉他们一个结果，就是你告诉我吧，怎么着？所以我们只是讨论，肯定不会被满意的。嗯，呃，这是事实，这是你看我这吐个槽，你看这个油管儿上这些流量最好的那些论证节目，都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特别自信的拍着桌子说：“我就认为怎么怎么着，我告诉你，你们得听着。”就我老有时候开玩笑，我说就这个中文世界的这个喜欢找爹的人真的是挺多的，就是喜欢被别人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是绝对不会说，我告诉你，吴威，你必须怎么样的。所以你就太温柔了，就是我觉得我们稍微简单粗暴一点儿，诶，就直接讨论很具体的吧，就进入这个所谓的沙盘推演了，就是这个 road map。嗯，刚才有一个好问题，正好我先问啊哈，你一下，就是有一个人说，希诺说，请问伊朗军方是否保持独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对。题。哎，你先回答一下这个吧，就是呃，就是伊朗军方这么多年在社会上面，包括这个跟这个宗教政权，就是当然它政教合一的哈，你没法儿说，对对对。是个什么关系呢？嗯。嗯哼，这是好的问题，然后就是每个独裁的国家也是存在的。以前在欧洲，比如说什么那个 Franco 的西班牙也是这样，军队到什么程度会离不开政府？最起码支持政府还是保护政府，还是会不会有一天军队还是警察也觉得不行了，我们也不接受，因为我们就在中国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那伊朗人为什么要杀伊朗人的？现在不嗯。说国外的，就说国内的。嗯。我看的报道，然后问了的一些朋友说，有些城市不是 Tehran 那个首都，但是其他的大城市，好像最起码是警察也是现在是保护抗议人，因啊。为是抗议人就是破坏了那些那个警察的楼和警察的车，有很大的火。这个我们看了一些视频，当然也要确认你刚刚说的现在是比较乱，不知道我们看的视频哪个是现在还是哪个是去年的。但是这个我看了不同的信息资源，我相信是警察是的确一部分的已经是觉得我们不要听政府说的什么，我们嗯。是现在是支持抗议人。军队是另外一个，当然第一他们是很小心的，然后是就更秘密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当然每个独裁的政府，他是不管怎么样，他知道他必须一直提供对那个军队比较好的什么工资啊，什么特色的住的啊、吃饭的，就是这些权利，你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一样，你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其他人都没有的。呃，
这个伊朗不是一个意外，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一个是经济这么差，那政府已经就可能是不能提供这么好的服务。第二是这么多人抗议，然后你可能就是你家庭里面年轻人也被抓被杀，早晚的在心里其实也会影响你是军队，但是首先你也是一个人。好，你跟那个政府合作，你可以挣钱，你可以所谓的好的日子过好的日子，但是你现在就是断网了。每一次看是比如说啊，说具体的，去年的6月，伊朗说对美国以色列，你打我，你敢打吗？你不敢打，因为有我没核武器，有什么武器。结果核武器，打了，也对，杀了一大堆领导人。这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事实，这个每一个伊朗人都知道。不管你还是今天支持还是不支持，你还是军队还是不是军队的。所以我觉得，那在家你是比较高层在军队的人，你现在知道是以色列军队是特别关注你的生活，知道你每一天住在什么地方，包括在什么房间的，这个安全感不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伊朗军队的一部分肯定是已经是很明显的考虑，那可能这一次是时间到了，这个政府就必须走。要不是嗯。完全，最起码是另外一个领导，在那个政府里面是另外一个人，还是完全不同的政府，也有可能。对，但是当然有，到现在我也问了那些记者的朋友，你看了，我问了他们有没有现在在伊朗有没有人支持那个政府？有的是有，然后特别是在军队和在警察，但是已经不是所有的。我嗯。是大概这样看的。嗯，正好我昨天还是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新闻，我们都忘了伊朗其实也是有总统的。嗯，有，正好回应你一下儿就是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地方的警察和伊朗的军队，然后我会再专门儿讲一下儿这是一个补充知识哈，其实搜一下儿都能看出来。嗯哼，伊朗它是有2套武装体系的，DO 就是有一个 DO military action，就是有一套它一个是国家的正规军，那个就是所谓国家的部队，它的另外一个是更熟悉的，就是那个 IRGC，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有枪的人，有武器的人，就是如果真正乱了，谁能就是这个枪口是对着民众还是对着集权者嘛？老是这个问题哈。对，有不少信息已经出来了，就是在一些地方上的城市，已经有死了几个警察了。那应该就像你说的，这个警察其实已经站在抗议者这边，也不知道还是说抗议者愤怒的把矛头应该都愤怒就有吧，应该都有吧，都有都有，应该都但是有。已经有一些警察在死了。所以其实这个你记得这个我们说埃及茉莉花儿的时候，很重要的也是军队的态度。最后军对，队说我们站在抗议没错，者一边，然后马嗯，上就倒了。那当嗯，然问题就是呢，变成军政府了嘛，就是军人统是，治国家了吗？那谁有枪就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卫队是挺吓人的一个势力，因为革命卫队就伊斯兰革命卫队，它不对对对，是因为它从头儿上就说它不是属于国家的。对，其实这是说一句额外话，包括中共最恨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军队国家化，就是军队不能服务党，要服务国家。其实当时刘晓波的08宪章，整个那个纲领里面，为什么一下子把刘晓波抓了，就是那嗯，句话，就是嗯哼，我们认为军队是国家的，这个对嗯，吧？这个是政府他对军队是最敏感的，谁的最敏感的，最敏感的。可嗯，是在伊朗，它本来就有2个体系，一个就是国家的正规军，正规军它负责的是国土防卫、边境安全、对外战争。嗯哼，现在问题就是包括1979年伊朗革命的时候，这个伊朗国王倒台的时候，就是因为军队没有保护嗯哼，王国。但是现在的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就是这个伊斯兰Republic，从嗯，一头上就不相信这个国家军队，所以才有了这个 IRGC，而且他说的就是革命卫队，
他直接效忠的领袖就是对象就是这个 Supreme Leader 最高领袖，就现对，在就是哈梅内伊。就是像中国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就是这样。天呐，啊！我最近正在准备文化革命的那个题，其实就是军队。军队有的时候是参与毛泽东的，刚开始毛泽东是文革，但后来其实那个文革后面的后期全是军队和地方上的冲突。有的军队是支持文革的，有的是不支持的，是军队成了稳定的力量。后来包括真正干掉毛泽东的，就是最后包括翻过来的，其实是叶剑英这几个掌军权的人，就可以最后说是就是伊朗的一红模一样。卫兵，伊朗的红卫兵。不太是 IRGC，红卫兵其实是没权的，亲爱的，红卫兵是街头的小朋友，红卫兵是毛泽东用来做这个populism，就是民粹打呀砸呀去斗的。军队是当年的那些老干部，当然不说中国了，我的意思就是。军队如果他只是效忠一个领袖的话，他是更像什么？中文语境下更像大内卫队，就是专门保护我说他们是红一个人的卫兵的意思是，他们可以不考虑法律，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是 beyond 就是的对法律以外的，因为我是有这个身份，我什么都可以做的，就是包括那个22年的，就是那个女生活自由那个活动，因为那个库尔德的女士在地铁被抓的，那就是他们的那个伊斯兰革命的那个病，但是他们就是你要听伊朗人，他们都说那些人是他们对包括伊朗自己的法律是无所谓的，对他们来说，他们会公开说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身份，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因为我们是保护革命，所以革命是不看法律，法律不重要的，革命才是重要的。对，锦衣卫，还有像现在美国的 ICE， 大家有人在这个评论区里头想，哪些军队的形式哈？锦衣卫原来那个中国的那个皇上直接的所谓御林军，就是可以直接指挥你帮我执行一个什么什么任务的。对，但是我看就是美国就是不管是 FBI 还是 ICE 还是当地的警察，我是从很远看的那个 Minneapolis 这样的，你肯定比我了解的很多。我唯一看到让我比较担心的是，已经不能说美国是内战的，但是你已经是有3个这样的那个尸体的，都是应该是属于是保护公民吧，就是听法律的，有这么大的冲突。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咱们又扯回美国了但是说回伊朗，因为战争也好，夺权也好，革命也好，都到这一点了嘛，就是关键节点。所有的政治变革都是先推翻，然后重建，然后重建的过程中要找一个领袖。所以你看，伊朗现在全来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好问题，就是革命。说一下这个革命卫队的职责，他们说的是一个是效忠对象是最高领袖，一个是干的就是国内镇压、情报监控、对外的代理战争，而且经济体系。能源、基建、走私、金融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革命卫队它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它是一个有坦克和导弹的政治集团。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伊朗，枪在革命卫队手里，钱在革命卫队手里，意识形态和情报都在他们手里。所以政府国家说是，比如像美国还是土耳其也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说那个 deep state， 就是在国家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政府，还是也不能说完全是政府，就是那些团队还是什么网络，就是哪些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忽视法律，因为我们有特殊身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伊朗最关键的是这儿，就是接下来不管是这个巴列维，还是在民选几个民族派别或者地区，谁拿下 IRGC， 谁拿下革命保卫军，就是这个革命卫队，谁才有可能真正管理得了伊朗。
但是就像你说的，这革命卫队，我认为他们这么多年在法律和制度和监管之外，是一个中文讲水泼不进、油渗不进的非常严密的一个权力机构。然后这样一个有权、有钱、有情报的一个政治集团，它不是反过来的，它不是说民众推选出来的总统，然后军队服务国家，同时服务这个总统，这是我们希望的民主方式。对，但是很有可能是军队扶持一个 head。所以现在我觉得我想听，你觉得为什么这次伊朗人突然一下都喊出来要让这个巴列维回来，是因为我查了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 princess 的资料，说他基对。本还是一个有支持民主、有基对，本的普它是比较世的这些。现代的，对，它是对，非常现代，关于女我的权啊，什么那些话题，它是最起码他说的是他在这个，海外长大的嘛，所以他没有对对，这么多年在这个政教合一的这套权力体系下被读得太深，目前看哈。目前看，但也许但他到底是跟已经哪一派的军队联系了吗？还是说他又有什么 agent 在海外，他已经有一个军队的实力？因为你说了有一点，这也是伊朗我觉得还蛮有希望的一点，是嗯海外的反动力量。一直是很强，而且非常强，海外的有海钱有影响有力，钱，有 关键是有 lobby，在美钱。国政府也有 lobby，可以影响美国、欧洲的政府，嗯。对，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次那么多伊朗人喊出来让王子回来？也就是说这个巴列维是在海外已经有军队实力支持他了，还是他把军队嗯。的哪一派拿下了呢？你觉得？应该有对，我猜啊，应该有不同的原因。但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你看每一次抗议其实是越来越大，越大规模，这是第一。所以可能就现在是老百姓更有自信的，因为以前你要说是这么的，我就是昨天跟那些伊朗朋友说，问了他们，你嗯为什么你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他说，嗯，现在大家是愤怒，然后就是看其实这个政府是很弱的，因为我觉得是最大的影响力，我们就都忘了，就是去年那个6月那个所谓的12天、12日的战争。革命，对，战争。战争，对对，说明就是你一直喊啊，你敢打我，那好，我打你了，你看你怎么样？你现在都是在底下，你下面的那些人都打你就打你了，对，对，打了就被杀了，打了。所以嗯，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打，你没有特别大的办法。呃，第二个是真的还是我们说的就是 nothing to lose，已经是你觉得就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的工资不够我买一周的什么吃的东西呢？那我自己、我的孩子、我的家庭的，那就是 nothing to lose。第三个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是对，就是伊朗人觉得是，那这个真的要推翻，所以我们已经要开始考虑推翻后我们会怎么安排，我们怎么会保护避免内战，因为旁边的国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在他们的内战是特别惨。你看，就是叙利亚是中国、俄罗斯支持的，这个必须说的，因为还不能不说俄罗斯和中国，包括在伊朗的情况下，阿萨德现在是海外在莫斯科，但是叙利亚的那个内战是非常惨的，他们也是多民族、多宗教的一个国家。伊拉克，我相信我们的观众都记得啊，都知道，到现在还可以说还是有内战。所以当然，谁希望谁想看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内战的？没有，正常人都不会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可能很多人是已经很熟悉，觉得那个推翻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他对，真的可能今年会推翻，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要考虑第二步哈，那推翻后我们会怎么安排我们的国家？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因为那个巴哈拉维，不管你支持他，很多伊朗人，包括在海外是特别反对他。不要以为对呀，对呀，他是就是为什所有的么又伊朗人的，要把一个王国又但夺回来？是对，但是除了他，好像没没有其有他人，别人，就是很 realistic。有一个你 agent，需要一个 喜欢对 agent。对，你喜欢不喜欢他？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利用他，他跟美国的关系好，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是超级好，对，以色列是特别支持他，他也是公开支持以色列。那最起码就是那个 transition 的那个时代，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然后可能以后投票，可能结果还是内战，也不能排除。但是我觉得已经是考虑第二步，第一步可能他们心里觉得我们已经推翻了，警察也是跟我们喊，就是骂那个伊朗政府，所以这已经是差不多了，就决定了。那第二步是对我们的未来，我们怎么安排那个国家。但是不管我们现在说的，然后我们都不是伊朗的专家，也不是伊朗人，但是我问了那些，不只是伊朗人，也是可以说是伊朗的专家，你们觉得会怎么样？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有期待很大的希望，但是也是很担心的，就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很诚实的一个回答，因为不是第一次，然后目前为止说白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这个也不是说也必须说的，是吧？前年、去年，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多人牺牲了生命的，但是还是哈梅内是他们的领导。他们有新的总统，那个 Pezeshkian，我记得他们被选择的时候，大家说啊，他是比较支持改革啊，他没有那么保守啊，他跟那个哈梅内的关系是比较硬的，他会可能跟西方的国家有更多的关系。但是结果呢，没有，最起码没有足够的变化，所以人还是抗议。但是哈梅内哪怕他是在那个低报在地下，最起码今天他还是他们的领导，对吧？他没有被抓，没有被杀，他今天发言，从他的那个低波，很多人说你要看他发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从来不是那个自然的那个量，他一直是在底下的，就是永远都是平录音的。白的，都是对，苍那个白的脸。对伊朗人是非常重要一个细节，所以就是告诉他们，哈哈，那他其实他是非常害怕，他不能参与那个外面的活动，就不行，对他来说是太危险了，所以不能要求任何人，包括我们，包括伊朗人，就明确告诉你，那明天会怎么样。但是那个可能性是比以前最高的，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是这样说的。现在这个改变的、推放的可能性是可能最近15年是最高的。嗯，我一边儿听你讲，我就在想两个问题哈。我觉得没准儿我刚才的这个逻辑分析，咱们的这个逻辑分析是有可能的。要注意这个巴列维，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巴列维国王的大儿子，嗯一些事实，正好我刚才听你说我就搜出来了，我记得但是 double check 了。嗯一个是这个人他一直生活在华盛顿，嗯哼，他一直是在华盛顿近郊的。然后呢，其实他这2年口气越来越强的时候，从上一次6月份以色列打伊朗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举行记者会，他在嗯哼，法国和在美国都已经说没错，话了。就是 he's ready for 对 a 对对，transition government，他用的是 transition，所嗯以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就是一个过渡政府，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当时革命的时候，就是1979年的时候，是1979年1958年，哎，就是他是在美国当空军飞行员受对对对对，训的，所以确实是，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军队的训练，就是他从小作为继承人是被训练要去做一个国王和一个统治者的。对，嗯他去美国德州接受的战斗机训练，嗯哼，但他还没回国的时候，革命已经推对翻了，他的对，国家已经然后他跟以色列的关系这么好，他在美国一直这么稳固，当然就是不要忘了美国是整个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势力在美国那是不可撼动的。所以我认为他跟以色列的这种，关系和谈判聊的肯定都已经是到了一个点上了。
就是他认为自己一个是他可以倡导一个相对现代西方的一个新的统治，二是我认为他跟以色列和美国谈好了，这样就能看出来这个说话的口气了。我认为，因为有一个点上是，你刚才说 Trump 总统他怎么说，然后 Trump 自己也投诉，就美国有很强的 deep state， state，对 deep state， 但是其实要知道，就是再往下面，总统是随便换的，但是不是随便换，就是4年8年一换，但是情报系统、犹太人的这些关系网络，这些都是几十年联系的非常紧的。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我自己基本找到答案了。我认为巴列维现在有可能就是，如果啊，咱们就完全脑洞开一下脑洞。如果美国的情报、以色列的情报现在都愿意支持咱们从表面上民众都能看出来，哈梅内伊已经气数已尽，中文有一个词就是 he's out of oxygen， 他已经没气儿了。就这个词，你说的非常对，对吧？中文叫气数已尽，他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太阳。对，那么情报部门或者你说 CIA 也好，什么这个摩萨叫什么？以色列式的那个情报系统，他们肯定有这个分析，他们也会看到什么点上是最好动手的。然后 Trump 他1个礼拜说2次 will take action。Trump 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他可能而且他有阅读障碍，所以他不能大范围的去看东西，就他没办法拿一个报告让你认真看几十页，他没有耐心，他也不会，所以一定是有人不停的给他 briefing。对。那谁把这个话灌到他耳朵里，他这边听进来，下分钟就说出来了。所以这个礼拜他说了2次 will take action， 这个事儿在他脑子里肯定是有 briefing 到这儿了。所以好消息就是以色列人看见盼头了，就是他们讨厌的一个哈梅内伊，现在美国人要动手了，以色列要动手了。问题就来了，接下来的这个一个是过渡政府，一个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富强的服务所有绝大多数吧有伊朗人，然后从制度上让这个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更好，不要再回到镇压女性这个镇压普通老百姓原始这种状态，慢慢走向我认为应该政教分离。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是文明的。当然这个是你可以说我 bias。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从政治学一个 roadmap 上的一个完全就是像 MBA 课程一样那么琢磨，也可能现在还就可以了，就是老百姓急了。昨天咱们的观众提问，就是在关键的时刻，需不需要勇气和力量？我给到的答案，我昨天一天都在想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也回答你那个问题，就是美国人当时承诺俄罗斯推翻俄罗斯的时候，美国人也跟捷克人承诺说，你们如果独立，我们支持你们。但是你说过，其实后来从来没有真正的让捷克人自己有独立，但是后来捷克人自己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是因为出现了像哈维尔这样的人。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儿，人人在出现一个集权政治暴君的时候都说不，你做得好我们就支持你，你做得不好我们就推翻你，我们就反对你，这就是民主嘛。如果伊朗人能在这么多年的被压迫，然后因为没饭吃了，他就有勇气 nothing to lose， 我不打我就。中国人都知道所有的政权更替都是陈胜吴广为什么揭竿而起推翻秦政，因为他没饭吃了，就是那个是最有勇气的人。所以如果伊朗人能够坚定的推翻，然后坚定的走上一条民主的路，巴列维不管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的支持下，先去做这个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然后大家一起去要求他监督他，不要让他再进入下一个集权。也许这个伊朗人就走上民主了。
可是问题还是这个军队在谁手里？哎，对，还有就是多民族的矛盾，因为这么多年，他们也是被定，就是抓的，非伊朗族的人多呢，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旁边的国家，别忘美国离伊朗是很远，以色列没有直接的边际，然后以色列也是很小，也面临很多很多的内部的矛盾。外边的威胁，所以我觉得是我一直在想，当然现在是我们不会知道，可能还要到30年、40年。去年的6月，为什么没有抓哈梅内？就是我永远想的问题。我觉得是以色列想，但是美国可能是美国的政府也有内部的矛盾，可能有些人说抓吧，不管怎么样，乱那就乱了，最起码就是改变了那个国家。但是有的人可能说，我们不是说美国，我们现在不参与中东的任何冲突，我们不会送什么军队，我们的儿子不会为了中东死掉，这个也是 Trump 公开说的，对吧？然后很多就是 Trump 的人也是同意，我们现在美国就是管美国，可能美洲可以，但是最起码是美洲，不要去什么中东、非洲、亚洲、什么台湾、中国，他们的毛病、他们的矛盾，我们不参与。这个我会永远问那些伊朗的朋友，因为他们肯定是的信息就更多，然后他们的角度，我特别尊敬的，特别想了解。但是反过来，可能是因为6月是差一点，最起码证明了我们可以做，所以可能现在是有人说服了 Trump，我觉得是说服。你看六月其实是非常成功，你还给我们1周，那可能是就得了。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第二次才是成功，第一次就是一个 draft 吧，就试一试，然后第二次有可能，对，我觉得我们会下周之内我们会会看到好变化。像看到到底有没有希望。我也就在想这个 timing 哈，因为有的时候稍微梳理一下时间线是挺重要的。你看去年，从上来以后，Trump 刚开始是最近也好多分析，我觉得等我看到更多的结嗯论性的文章，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再做都可以。最近已经有好多分析在说，为什么 Trump 的这个对于出兵，对于美国的对海外干预态度大变。当然好多就是一直对着指着鼻子骂他的媒体，就拿这个来说事儿，就是他自己以前的话可以 counter 他现在的话，或者现在对对的话，他以前是说我们绝对不管其他国家，我们绝对不出兵。Trump 我以前节目里也说过好多次，他自己说他不喜欢战争，他不喜欢打嗯仗，他认为打仗耗钱、浪费时间，然后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就怎么都不合适嘛，就他认为。对可是你看他这几天频繁的在谈，我们可以送地面军队去古巴、墨西哥，昨天对加上墨对对对西哥，美国所有的媒体都说啊，因为你想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有多多呀，这一对对对对说啊，墨西哥也要出兵了。我们要看，就是 Trump 最近为什么这么密集的在说这个话，我们可以对这儿出兵，对那儿出兵，但是当然是给军队，出军队地面走是最敏感的，因为嗯有美国兵 involve，对对空中打击是简单的，嗯少死人。所以今年这个美国的军队的态度怎么参与海外势力，这个是我去年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多的美国的军事行动出现了，而且都是以这种定点的什么样的，有意思，也可能是各种 lobby 到 Trump 那儿了，然后让他觉得要把这个跟美国相关的这个美国一直最讨厌的、最 sanction 的，不管是从核、石油、地域政治、美国后院 whatever，美国得把它搞嗯定，美国才伟嗯。大。这一套 lobby 的口气，我觉得 Trump 是能接受的。要这样的话，今年伊朗还真是就是 count down 了，所以这个，哇、这几天不就是要看，
乌克兰，要看格陵兰，还要特别关注伊朗，就我告诉你，睡不着。哦。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咱俩都可以注意的角度就是军队，这个一个是巴列维有哪些人对他进行了表态，二是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关注国内现在到底是各方各派，尤其库尔德人、阿塞拜疆吧，是叫是嗯，阿塞拜疆对，人，阿塞拜疆的，至少我看现在至少有7个库尔德的这种民间团体都站出来了，都在说我们要怎样怎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渡政府可能是巴列维先代表的，嗯哼，但是接下来民主政府，巴列维他有没有这种政治的 strategy 的能力，他可以去 balance 民族、军事实力，各方各派的这个 representative 这个代表性，是不是能够组成一嗯，个联合政府？还有一个，是不是能够求同存异？因为政治权力它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对，谈好了。我当然还希望对，你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段是，那好，明天推翻了，来了那个 Reza Pahlavi，最起码说是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嗯我们都在一起，不要内战，嗯非常好，我相信我们都支持。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就是在东欧也面临了在中国还没发生，直接合作跟那个政府合作的人，不只是几百人，是几千万人，是直接合作。你跟那些人怎么样？杀他们，还是怎么把逼着他们都坐牢吗？怎么样？就是在伊朗，我也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们现在要可能就是已经是的第三步第一步是推翻政府，第二步是好成立另外一个制度，但是第三步是怎么面临那个过去，怎么让那些人他们我们在捷克有一个法律叫 lustrace，就是很多人是批评说，除了我们可以直接证明你杀了那些人，那你就是犯罪。其他的，比如说在经济，在教育，那些可以从一个人权的角度可以觉得是犯罪，那我们就忽视了，这样我们避免一个内战的情况。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有一大堆案子，南斯拉夫也是这样。第二战后的德国、日本好像他们也不怎么想看这个问题呢。但是我觉得第三步在伊朗就是这个，那些人合作过的那些人怎么办？哎呀，所有的社会重建都是这个问题，对不对？一个是能不能冰释前嫌，中文有句话就是，啊哈，当然最狠的是共产党，中共，毛泽东是最坏的。毛泽东他阴险是什么？当时是拉了中国的8个民主党派跟他一起打国民党，然后说你们第一届中国小孩儿读书都要看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就1949新中国以后什嗯，么什么什么各种民主党派的人都来，后来马上5、6年做反右所有你们当时跟着共产党不是一条心的，全收拾。所以张一和在北京，我都跟他很熟，后来嗯，就那什么，他写了那么多书，就在说这个，说共产党骗这些民主党派。对，后来大家知趣儿的，就现在也有民主党派，就闭上嘴，老老实实陪着中共告诉大家对，有一个民主政府，反正一到两会就鼓掌，然后有所政治协商嘛，CPPCC。那对对对对，实际的情况是啥？就是可中共这招很厉害呀。当时你看，共产党当时就是2个重要诉求，一个是所有人都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把所有对蒋介石不满意的人全团在他身边了。二，拿住了农民，嗯嗯，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帮他打革命，把农民的土地抢回来，把私有企业收回国有，
军队牢牢地攥在手里。所以集权政治所有的国家啊，我不建议他们研究中国，越研究他嗯们越聪明。我们反集权的人要研究中共这套手段，所以嗯哼看看以色列接下来不是以色列，伊朗人，我希望你这课你有优势，你去多跟一些制度涉及的海外的 dissidents 聊吧，那个伊朗人他们有没有想到，就是接下来重建的话，这个不是遥远的了，也对，不可能马是遥远了，上下周就讨论这对个事儿了。对，所以对我就是今年不是最后一次要谈伊朗，的哦，确不是，会一直谈，一直谈，对，嗯。因为世界的集权国家还有几个呀，Philip？那俄罗斯、白俄罗斯、还古巴，北朝鲜，我觉得北朝鲜其实也是很悲哀，然后是特别影响旁边的一大堆国家，不就是韩国嘛，还有日本，还有台湾，其实也是影响蒙古，和中国的未来，我觉得。然后在非洲也有很多的国家，我们就很少谈非洲，但是非洲的可以说只有可能1/3的是左右民主的、比较民主的国家，有的是有，但是2/3不是，有的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我们都知道，对。但是你看，我们昨天也聊了，是欧洲的，民主的国家，但是你要看匈牙利、斯洛伐克，然后我们现在捷克有新的政府，我们的民主也是很弱，对吧？我在看，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嗯，就一句话，没有一个完美的被所有的国家都去借鉴的形式。当然，最终的一个选择还是在伊朗人手里。我哎，可是我我我对，我先说一句话，就是以前是还没说完的，让我其实很生气，是很愤怒，真的是听在海外，第一不是伊朗人，好像也不是委内瑞拉人，是说美国这样做的，还是以色列这样做是我们都反对，但是你说我反对。在院子里再刀的我可以接受，但是别忘第一你不是伊朗人，你不是委内瑞拉人，然后你住在美国，你住在欧洲，你是享受民主的制度，我觉得你没有权利判断这个行为，唯一能判断那个行为是在国内住的人。我是特别愿意听，国内的那些人怎么说，比如说美国来推翻我们的政府，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我们支持还是不支持？还是我们不要？是不是一个新的殖民地？这个我是特别愿意听和了解，包括可能一些海外的人，因为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伊朗人，他们是委内瑞拉人。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西方人，就是跟那些国家本身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然后觉得我告诉你这样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完全是废话的。因为你就是想委内瑞拉可能今天一周因为是上了新闻的，但是以前你从来不关注，过一个月你会忘了，像白俄罗斯我们都忘了。这个是我想说，是要特别听，要特别了解那些国家内部的人是怎么看，因为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天天住在那个国家，不管他们想移民还是离开这个国家，然后他们还会一辈子在那些国家，所以我们应该首先是听他们的，我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但是我觉得你忽视那些人说，嗯，就是那些人抗议美国的行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去过委内瑞拉，他们都不知道委内瑞拉的生活。我在那个另外一个工作，我有一些委内瑞拉的同事，我也听了他们说，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家庭还在那儿，对吧？
所以他们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像外星人，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因为你委内瑞拉的事在美国是比较多，我们在欧洲是很少的。哦，委内瑞拉铺天盖地的。我在听你这个，我在想，我其实也是很烦，嗯，各种专家、政策研究员，不是，yes and no，就是如果这嗯个分析师他20年就在研究伊朗，然后他完全是从理论的角度在分析，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愿意听他嗯，们。我最讨厌的是那些指指点点的人，你们应该如何，应该如何。对对我相对对对信你说的是这些人，对对对，我们是。我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上见得多了，对吧？就是一天到晚 bullshit 这些胡说八道的，呃，他们胡说八道是吃这碗饭的，就是我们做记者的人就很烦这个。但反过来呢，我也在想，就是大生我也在找各种学者和嗯分析老师再来聊，再来讲。我的想法是，要不然我们就听这个来自一线的东西，我们就在于事实上；要不然我们就真正有一些理论的分析，但是就不要你这样儿你那样儿对就对，这个，你烦的是这个吧？是，我对，发现是这个。因为对，因为你我看了肯定好多，特别多，在欧洲是特别多。我看的是德国人跟你讲，美国和委内瑞拉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请问你去过委内瑞拉吗？你的家庭在那里吗？你的家庭有人被抓的吗？你你的爷爷奶奶是每一天排队5个小时为了买奶？不是，你是在柏林过生活。而且我相信你还有一个更独特的，因为你会太多语言了，所以你可以你看你跟伊朗人，你就可以找到伊朗人，这个确实是一个优势，就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接触到这个。嗯那我觉得更傻逼的就是，你记得咱们上次在维也纳见到一个，我就不说也是欧洲人吧，说几句嗯中文，然后他就是专家了。我就嗯觉得这种人最可笑了，就是你不过就是会说一个国家的语言，你就去让那个国家的人听你的，你算老几啊，对吧？对对对，我觉得所以你的这个会说很多种语言，但是你一直很谦逊、很 humble，不去给别人说你要这样，而是你要这样，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嗯。嗯可是世界政治，我这两天就在说，我的担忧还是我们知识人的担忧，但是总要有人喊出来这些话的，就是这嗯个社会不是只是拳头硬就是一个规则的。当然在关键的节点，我可能跟你的不同点是，我嗯，觉得在关键的节点上，需要有实力、有军队的人，推那一下儿这个变革才出现。但是推那一下儿它是一切的开始，它不是结束。就是你嗯，推翻一个旧的，你怎么去建立一个新的？建立对，一个新的所有的希望和能量来自于每个个体的国民，愿意做公民，愿意在法治、民主、自由这个有明确的 accountability 对权力的警惕和限制的这一套价值上，去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后面这段儿是所有聊革命的人都不想的，但是我们看到是这样。所有的嗯革命推翻那一下儿之后，一个社会能走向重建，还是继续滑向政权轮替，就在于这儿，就在于国民他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有一个共识。妈呀，我在复述那个许成刚一些这个关于制度基因的一些分析，我是很同意这个嗯东西的。我相嗯，信你在说的也是这个问题，是这每一个个问题。个体的人能不能在推翻之后重新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这是对，唯否则的话，一的办法。有是新的受害者，但是也有新的，呃，集权者又会出来。极权。对对，就是其实是没有，就是可能是那个颜色变了，是红的变成了蓝色的，但是还是你看国民党在台湾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跟共产党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啊，没有什么你不能批评政府啊，是一样的。然后天天就喊骂那个共产党，但是你跟共产党的区别不是很大，就是
全世界的问题，就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就是欧洲也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刺激到我的，就是我看的画面，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抗议者举着国王的照片。像我这种嗯嗯，骨子里不相信任何国王和任何崇拜者的人，我一样，我当然一样的。你也是过敏吧？非任何常过敏。时候只要一抗议，举着国王啊，我就上 come on，这奴性在血液里呀、你去必须要崇拜一个国王吗？我就不舒服了，但我忍下来了。我知道政治运动、政治斗争、革命关键的一个点要有合力，先推翻，但是推翻绝对只是开始，不是结束。也必须要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到底革命需要一个领导还是不需要？我们看香港的什么入水的没有领导，但是也没有成功，不是为了批评香港人，当然不是。但是这也是另外，我们今天已经说的比较多，但是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你现在有退放还是改变一个社会，需要这些老模式。你刚刚说有一个什么领导，再加上一个国王，我们都很烦。但是我们看了其他国家说我们是不一样的，如水也没有成功，所以很难。我最后说一句话，我为什么还有一点点希望？我觉得为什么要说要看俄罗斯、中国？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是蛮紧张的，中国更紧张的。第一是跟伊朗的关系特别多，第二个最近中国也丢了一个盟友，就是尼泊尔。尼泊尔人是年轻人推翻他们自己的政府，是用了那个他们也可以说有点像香港的入水，没有特别明显的领导，他们用了那个平台叫什么？This 我忘了那个英文名字，Discord 对 Discord，，Discord 对，哇，Discord 谢谢。然后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领导，现在是那个女士，就是一个法官，特别好的嗯一个。嗯。所以早晚你还需要一个，哪怕是 transitional government，你还需要一个领导的。对，这个所以我对帕拉 v 我是骨子里不相信他，但是同时我也理解为什么现在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没有别的选择，那我们就跟着他。但是不对。不代表我们相信他，但是我们跟着他是可以的。哦，这个其实也很容易解释，就是你看我们在所有的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我在小区维权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反正这是我房子，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吧。慢慢的，你会说话，或者你敢说话，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怕了，缩过去了，我就站起来了，就说了，然后你自然的就成了一个 leader，自然就嗯，成了领袖。所以，呃，任何危机和关键时刻需要有 leadership，就是一盘散沙是不行的。当然 Be Water 它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动员和传播和连接机制是可以的，但是关键的时候还得有一个人站出来。这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动物性还是怎样的，对吧？当嗯嗯，然这就是完全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的各种研究了，这是另一个话题。所以是我也理解，我只是想强调每一个人都不要把一个领袖作为永远的崇拜者，啊，，OK，把他任何一个人当做你的 savior，你的救世主，那你就让渡了自己的选对择权。民主是大家一起选出来的，但是前提是要有程序，然后永远对这个领导者有一个警惕和 check，对吧？对，这然后就这就是早晚那个领导也会走，也会下台。他必须下台，他必须对，没有他一直待在那儿，不就又成集权了吗？他一待对啊，30年不就成集权了吗？你就美国人你4年最多8年，那你要想当12年，你就是集权者，那还有啥好说的？行，好，好吧，那个我们可以持续聊下去。好了，观众们在这个评论区里，大家也在聊，在 echo 着，我也在听。谢谢大家。然后有人问我们下一次直播，诶，我不知道，反正那么周看四肯定新闻的，看新闻的。周四我们会坚持，其他的，现在这周我一周做了4次直播，所以我不嗯，敢跟你们说我一周天天到，我也有生活，我累死了。而且我其实还准备了很多历史类的专题，都没有时间去写剧本儿和采访。
看我们的预告吧，我们会随时更嗯，新的。我一应该的。般一定会提前半天预告，请大家嗯哼，紧密关注。嗯，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谢，真的很宝贵的。嗯，好，请大家多留言、转发、关注、评论，给我涨好，流量，给我涨流量。拜拜。拜拜。